射手座喜欢你的10个讯号。自由不是不爱，而是他终于愿意为你停留下。第6个讯号，开始一直分享他的世界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射手座真正爱的其实不是旅行，而是探索。他们可以研究咖啡，研究摄影，研究历史，研究股票，研究天文，研究登山，甚至研究一部电影，研究一整个月。因为射手很享受打开新世界的感觉，所以如果他只是把你当普通朋友，他不太会一直分享。但是如果他开始喜欢你，你会突然发现他的分享欲爆炸。今天传影片，明天分享歌，后天推荐一本书，隔天又说我跟你讲这家店超赞，下次带你去。昨天看到一个超酷的地方，你一定会喜欢。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只是爱聊天，其实不是。心理学有一个很有趣的概念，人会想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分享给自己最喜欢的人，因为分享其实是一种邀请，它不是想炫耀，而是在说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的世界。因为射手真正追求的从来不是每天黏在一起，而是2个人可以一起探索世界。如果今天只有他自己一直往前跑，他其实会很孤单，所以他希望有一天身边站着的是你，一起去看那些风景，一起聊那些有趣的事情，一起长大，一起变成更好的人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射手真正爱上的人，不一定是最漂亮，也不一定是条件最好，而是最能陪他一起看世界的人。第7个讯号，平常很乐观，却只在你面前示弱。很多人对射手座最大的误解就是他每天都很快乐，其实很多射手只是很会笑，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他们习惯把低潮藏起来。工作不顺自己消化，家里有事自己扛，心情不好出去跑步，去旅行，睡一觉，隔天继续笑。因为他们不喜欢把自己的负能量丢给别人。所以如果有一天一个射手突然在半夜打给你，跟你说我今天真的有点累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最近压力有点大，请不要以为他只是找人聊天。对射手来说，这种行为其实需要很大的信任，因为他把平常藏起来的自己交给你了。他不是希望你帮他解决问题，他只是希望有人知道，原来那个每天笑的人其实也会累，而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是你。这比任何一句我喜欢你都还要更真心，因为真正的喜欢从来不是只分享快乐，而是愿意把自己的脆弱放心交给另一个人。第8个讯号，会开始替你制造回忆，而不是只会说改天。很多人都知道射手座想到什么就做什么，行动力很强，但是他们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想到就做，而是他们会把喜欢的人也放进自己的行动里。如果他只是对你有好感，他可能会说有空去，下次改天再约。可是真正喜欢你的射手通常不是这样，他会直接说今天晚上去看海，下班我去接你，周末不要排事情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很多人以为射手座很浪漫，其实他的浪漫不是鲜花，不是蜡烛，也不是天天说爱你，他的浪漫是带你去体验这个世界。他会记得你曾经说过好想去看萤火虫，隔几个月到了季节，他突然就开车出现在你家楼下。他会记得你说过想吃哪一间店，想去哪座山，想看哪场展览，甚至只是你曾经随口说一句好久没看星星了。有一天他可能真的把你带到没有光害的地方，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跟你一起抬头。很多人都说射手座记性不好，其实不是，他只会记住他在乎的人说过的话。因为对射手来说，感情不是每天打卡，不是每天查清，而是一起累积回忆。他希望很多年以后你们聊天时想到的不是我们每天都传早安晚安，而是你还记得那次半夜冲去看日出吗？还记得那次迷路迷到山里吗？还记得那天突然下大雨，我们2个笑到疯掉吗？
射手相信，真正能留住一段关系的，从来不是聊天记录，而是共同经历。第9个讯号，开始有点在乎你，但自己都不知道那叫吃醋。很多人都说射手座最讨厌被管，没错，所以他们也很少去管别人，因为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自由。可是爱情很奇怪，再自由的人也会开始在乎，只是射手的吃醋不像其他星座那么明显，他不一定会质问你，也不一定会生气，反而会开始问很多奇怪的小问题，例如今天去哪，跟谁吃饭，那个男生是谁，你们很熟吗？问完又立刻补一句没有了，我只是问一下。真的，射手超爱讲这句，因为他自己也觉得奇怪，我以前根本不在意，怎么现在开始会想知道？其实这就是喜欢。真正的射手不是控制，而是担心。他不是想限制你的自由，而是开始害怕你的世界里是不是会有人取代他的位置。更有趣的是，很多射手嘴巴还很硬，例如你故意说今天有男生请我喝饮料，他可能回你喝好啊，免费的耶，可是下一句马上接他是不是喜欢你？看到没有？真正暴露他的永远不是第一句，而是第2句，因为理智可以演，再演不了。第10个讯号，在你面前他突然变笨了。最后一个，也是我认为最准的一个，平常的射手座反应快，幽默，聊天很好笑，讲话很有逻辑，不管跟谁聊天都游刃有余。可是只要遇到真正喜欢的人，整个人像当机一样，开始讲冷笑话，开始一直讲错话，开始做一些平常自己都会嫌蠢的事情，例如明明想耍帅，结果跌倒；明明想逗你笑，结果自己先尴尬；明明想称赞你，结果讲得乱七八糟。甚至你会发现，他有时候看着你，突然不知道要讲什么。很多人会误会，是不是他没兴趣？其实刚好相反。心理学有一个现象叫做认知负荷增加。当一个人太在意另一个人的看法时，大脑会一直思考，我这句话会不会不好？他会不会误会？我要不要这样说？原本很流畅的大脑反而开始卡住。所以真正喜欢你的射手不是变得更厉害，而是变得有点傻，因为他开始在意自己在你眼中的样子，而那份紧张就是喜欢最真实的证据。看到这里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很多人都以为射手座最大的特点是自由，但我反而觉得真正的射手最大的特点其实是真诚。他喜欢你，不一定每天把爱挂在嘴边，也不一定天天黏着你，但是他的时间会开始留给你，他的世界会开始向你打开，他的未来会开始有你的位置，甚至那个原本一个人就能走遍世界的人，开始希望下一段旅程身边站的是你。所以如果今天你遇到一个射手座，愿意陪你做他原本不感兴趣的事，愿意让你认识他的朋友，愿意对你示弱，愿意把他的梦想、计划和生活分享给你，那请不要急着怀疑，也不要一直测试他的真心。因为射手座最害怕的不是付出，而是当他终于鼓起勇气停下脚步迎接他的，却是不被相信。射手座就像风，风从来不会为任何人停留，但真正的爱不是把风抓住，而是让风心甘情愿的一次又一次回到你身边。如果今天的影片有说中你，或是你身边刚好有一位射手座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，也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下一集我们继续谈谈12星座，看看每一个星座的爱到底都藏在哪些细节里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